各位朋友，郑丽文的外号郑大嘴啊，真的是他是成也这张嘴，败也这张嘴啊。郑丽文呢，他最近呢在中国大陆遭到了痛批，而且国民党内部也嫌弃他，原因呢就是他这张嘴，他自己都控制不住啊。中国的大陆的网友说，郑丽文是拿完了好处就翻脸，喊完了这个决战又谈和平，这个一手好牌是打得个稀烂呢。说这个郑丽文确实多少让大陆的朋友看不明白了啊，他的说法变得太快，前后的差距太大。刚开始还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，没过多久又开始强调和平的重要性，对外说一套，对内又一套，放在任何政治人物的身上都会让人怀疑他到底想把方向带到哪里啊？他有准没准啊？尤其是郑丽文，他是国民党主席啊，一言一行都会被放大检视，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稳定的清楚的立场，可是他偏偏把自己弄成了让人最猜不透的那一个。他访问大陆带回10项的惠台的红利政策，现在呢正在阶段性的落地签约，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嘛。无论是从两岸还是从岛内的利益来看的话，都应该好好把握呀。农渔民能不能得到实惠，地方产业能不能打开空间啊？这是实实在在可以拿出来的成果。按照正常的节奏呢，郑丽文完全可以借着红利落地，把两岸交流的意义讲清楚，也能给蓝营后续的20269合1选举累积一些好感。可是呢，他没有这么做，反而最该稳定输出的时候，突然跑到了另一边。6月17号，他接受外媒的采访，说出了抵抗一定会还击这类明显偏强硬的话。这样的表述放在两岸关系里本身就很敏感，更何况他此前才刚刚从大陆带回了一批惠台的措施，前面刚谈交流拿成果，后面马上又对着外媒讲对抗，这种落差自然会被人放大。问题也就在这里，他如果是真想维持和平交流的形象，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释放这么强硬的信号呢？如果他想展现强硬，为什么此前要把两岸的交流成果拿来做政治资本呢？两种姿态放在一起，难免让人觉得他不是在坚持路线，而是在不同的场合选择不同的说法。没过几天，他又换了另外一副脸孔。6月21号，郑丽文出席新竹市小组长的授证典礼的时候，开始强调没有和平，一切都化为泡影。他口中的一切指向的是新竹的半导体的产业，也包括当地产业发展的安全感。这个说法听起来很务实，也很容易打动地方的选民。毕竟新竹的产业结构特殊，半导体牵动的不只是企业利益，还有就业、财政、城市发展和地方的信心。他在这个场合谈和平，谈守护当地的产业，基调一下子又从强硬的对抗转成了务实冷静，看起来是想告诉地方的选民，只有和平的环境才能保住大家关心的东西。可问题就在于强硬的表态和和平的论述隔得太近了，反而让人更难理解他的真实立场。国民党官方把那段外媒的专访选在6月19号端午节对外发布，那个时候说要抵抗决战，这个也让人对国民党的这种立场更多了疑问。传统的端午节承载的是团圆安定和文化情感，偏偏在这种时间点推出带有抵抗还击意味的内容，难免让人怀疑是不是有意制造对大陆的政治信号。即便郑丽文个人后来想在地方的场合重新把调子拉回和平，这个发布的时间点带来的观感已经很难
在大陆的印象中轻易抹掉了。有人会说他这么做可能是为了选举，是为了在9合1选举前兼顾不同的选民，可是选举不是把所有的话都讲一遍就能赢的呀。中间的选民看的不是谁的声音最大，而是谁的路线更稳定更可信。郑丽文一边反复强调和平交流，一边又在西方媒体前讲抵抗和还击，这会让原本可以被争取的人产生疑虑啊。一个国民党的主席如果连自己的基本立场都说不清楚，今天讲和平，明天讲对抗，后天又回到地方产业安全，选民很难相信他能带领蓝营走出稳定的路线啊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拿完好处就翻脸的这个质疑呢，正在被不断的放大呀。他此前从大陆带回去的10项惠台红利，本来可以成为两岸交流的正面的示范，也可以让岛内的农渔民看到现实的利益。可是红利刚开始落地，他就转向了强硬的话术，甚至让人觉得他和绿营在某些表达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。绿营长期把对抗当作政治动员的手段，蓝营如果也学这一套，最后只把自己的空间走得越来越窄啊。更何况郑丽文不是没有牌可打，他手里明明有交流的成果，有基层的利益，有选举的铺垫，可是偏偏把局面呢搞得是越来越乱。蓝营内部对他的担忧呢，其实早就不是突然出现的了。联合报此前就报道过，不少蓝营人士宁愿让卢秀燕、韩国瑜、蒋万安等人去辅选，也不希望郑丽文来。原理并不复杂，就是他的这张大嘴太不可控了。辅选最怕的不是没有声量，而是声量变成了风险。你不知道他这张大嘴下一秒会抛出什么话，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把地方的选情拖进不必要的争议里边。所谓的非典型政治人物，如果只有个性，或许还能制造关注，可是如果每次关注都伴随着路线摇摆，对选情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，蓝营自己心里恐怕也没底儿。你回到新竹这个场合看，他提出桃竹竹苗全雷打的口号，又谈守护当地的产业，显然是要把话题拉回地方选举。桃园、新竹县市、苗栗这一带对蓝营来说本来就有重要意义，产业、基层组织、地方派系和选票的结构都很关键。郑丽文在这里强调和平，不是随口一说，而是试图给地方选民一个比较稳的印象。只是这种稳和他前几天前面对外媒的强调并不协调啊。地方场合说和平，外媒面前说还击，两个场景放在一起看，只会让人觉得他在按对象来调整说法。类似的情况也不是第一次发生。去年10月蓝营主席改选时，郑丽文曾经靠着相对坚定的两岸立场获得了不少的好感，可关键时刻又传出想见高市的消息，引发了一阵轩然大波啊。那个中国的很多网友给他起外号叫高市丽文，虽然他后来解释是误会，但这件事呢已经成了他难以摆脱的政治污点。现在看很多的剧情像是又来了一遍。明明呢，只要是稳稳的推动和平交流，把红利落地说清楚，把基层的利益抓牢，就能够继续争取支持，他却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抛出让人意外的说法。蓝营主流人物的路线其实和他也不完全一样，像卢秀燕、蒋万安这些人更常见的表述是维持现状，最多在某些敏感议题上保持低调，很少人会主动讲出人家打来我就反击这样容易引发争议的话。连卢秀燕、蒋万安都不讲这个话，他这张大嘴啊就胡扯。郑丽文的这种激进的表达在绿营那里不稀奇，在蓝营内部也未必有多少的市场。他以为自己可以左右逢源，既拿交流成果，又吃强硬的声量
啊，还能回到地方讲和平。可政治人物最怕的就是让人觉得立场只是工具。人家看完这一连串的变化，真正让人警醒的不是郑丽文的某一句话，而是岛内政治生态里边反复出现的那种现实的盘算啊。需要红利时谈交流，需要选票时谈和平，需要面对特定媒体时又摆出强硬的姿态。所谓的坚定立场，如果随时可以根据场合调整，很难再让人相信了。对大陆来说，也不必再把希望寄托给岛内的某个政党或某个政治人物身上了。郑丽文的反复无常只是一个缩影，岛内政治生态的本质并没有因为换了人就改变。与其期待谁能长期稳定的推动关系改善，不如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保持准备，抓住主动权。郑丽文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忽悠大陆的。死心了吧？点个订阅，下期再聊。